今天我们从佛罗里达中部的和平河露营地出发，一路向南开向迈阿密，路程将近200英里，320公里。离开和平河营地之后，这一路其实能够看到一个很多游客看不到的佛罗里达，大片的牛牧场、橘子园，还有一望无际的湿地。很多人不知道，佛罗里达除了旅游业，其实还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州之一。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入住一个位于迈阿密西南郊区的露营地。这个营地的环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营地被大片的热带树木包围，空间非常开阔，娱乐设施齐全，营位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舒服。最难得的是，这里既能感受到Everglades 湿地的自然氛围，同时距离热闹的迈阿密市区也不算远。对于房车旅行来说，这种既安静又方便进城的位置其实非常难得。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也会在这里慢慢住下来，看看在迈阿密旁边过几天房车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大家好啊！大家好呀！今天我们得进城了。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在迈阿密了。我呢特别愿意就是去一个地方啊，先到城市最标志的地方，城市中心啊，看看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其实对于迈阿密来讲啊，我并不是特别了解。以往看过一些大片之外呢，这个城市到底是什么风格、什么样子呢，不是特别了解。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45天，是我们到迈阿密的第3天啊。第一天呢落位，第2天呢采购休息，第3天呢出行旅游。一般我们呢在一个营地的安排行程都是这样，就是这个套路啊。今天我们将去迈阿密的海湾公园，一个非常有商业气氛又连同美丽海景的地方。城市啊能跟大海相结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地方。即便就是美国海岸线这么长，也不是那么多城市啊能够做得到的。对，虽然说我们是要进城需要1个小时，但是我们俩呢拖拖沓沓，休休闲闲，现在已经接近中午了。我们准备出发。好。Screaming too loud, the pain in my chest I hold with regret, can't seem to get out. I heard 1,000 stories, your echo whispers in mine, they're telling me secrets now I can't face them, I lied. I'll trace the lines from my demons, the weight of the truth is alive, letting go, losing you, will I ever find me, or I will try. In this sky, yours, I'll find a way to breathe. 回家了啊，看看我们的坦帕小院儿。谁的坦帕小院？我们这是迈阿密小院。迈阿密小院讲错了。整天坦帕小院，真的。还怀念我的坦帕小院儿。我们的位置有多棒？对呀、
迈阿密小院儿。哦，不错。钟爷，等着呢。狗我们不要了，乐也乐死了。它趴着舒服呀。小风一吹啊，真不太像迈阿密的感觉。心情有一点沮丧。昨天和前天录的很多，反正说话的东西吧，声音都没了，视频都没了。天外来客给拿走了，不知道去哪里去了。开完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就没有了。对，弄了半天也没有办法恢复回来。现在也变成了我们旅行的一部分了啊。反正丢了就丢了吧，也没办法。记忆怕因为视频丢了而丢了。不会的，记忆不会丢的。我们身上的肤色证明着我们来过2个月的佛州。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46天，我们到迈阿密的第4天，现在是下午4点多，我们准备去南沙滩，沙滩上逗留，看看晚上是不是凉快一点啊？对，然后看日落呢，就看情况了。我们主打一个随心所欲了。We start with nothing, then it turns into a storm. You say I hurt you, swear that was never my fault. Every word feels like a trigger pulled too fast. I'm trying to hold us, but I don't know if we'll last. Why do we break over the smallest things? Love turns to hate, and I can't find my wings. I hold you close. 看来今天的策略是对的。下车我觉得凉快了。现在是下午5点多啊，对，一下子温度就是低很多，现在户外温度只有28度啊。这块环境真不错啊！我们一直开到了南沙滩啊，从营地过来也就1个小时就到了。基本上是穿着这个迈阿密城区啊。虽然说停车位不是特别好找，但是价格比昨天的那个亲民多了。对，2小时4块7毛7。但是这地儿周末人多，可能他周末停车20不讲价，不管你多长时间，20一刀切啊。所以啊，错峰出游，我们也不用跟他们抢。今天是工作日，其实我们昨天来的地方和今天来的地方相差不是特别远。那完全景色是不一样的。还是拆开了2天游，每天都有好景色。对对对，远处大游轮。你看，慢慢的开过来，前面还有那个领航的那个小船。这几天啊，迈阿密的气温啊特别好，最高温度呢27、8度，最低温度呢22、23度。晚上呢，我们有一天开窗了，有一天开了扇小窗啊。昨天呢还没开小窗，睡觉都特别舒服啊。所以说，迈阿密也有旅游的好季节。其实我偷摸开了，只是半夜的时候给关上了。大游轮呐，虽然说这个算小的了。哎，可以了，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和它平行的这个眼光视野看，就感觉它挺大的。但是如果你是从高层的那种公寓俯瞰下来，肯定不是觉得特别高。上海看习惯了。其实我对游轮有自己的认识啊。游轮不是越大越好。Melody 一直在
等着自己岁数大了的时候，不愿意走道的时候就坐游轮去。我跟 Kevin 说，像这样的游轮旅行，等到我们65岁、70岁开始，都完全来得及。留给腿脚不利索的时候啊，留给各种历史时期的自己。现在呢，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反应能力啊、旅游能力啊，所以我还是想靠2条腿多走一些地方。今天超着了，来得巧不如来得巧。送了4艘大游轮，都是大游轮啊，都是好多大阳台房啊。1小时送走了1万来人。这游轮多大？哎呀，都是巨无霸。啊，游轮也不是越大越好啦啊。游轮主要还是看船员和乘客的比例啊。但是它大的游轮可能设施会更为丰富一些啊。但是因为你太大了，你往往有时候吃顿饭啊，去个游乐场啊，很远很远，抢座儿。对，所以还要看它那个电梯的配比啊。Plenty more. You're my hope for the night. Oh. Give me more control. Slow down for the night. Oh. Let me know. That you down for the vibe. That you down for the vibe. Oh. We don't say bye bye. You can see my eyes. That I'm on the rise. Oh, I believe by the light. Your body be smiling. Oh, these are the nights I love. Melody 刚才说啊，我一定会怀念这样的感觉。对，在这个迈阿密的这个营地里面啊，我们就像住在一个植物园里面，真是鸟语哦，阵阵哦，就是没有花香。
也不知道都是什么鸟，反正声音肯定都不是我们常听到的。对呀、而且就是各种各样鸟叫声。现在你这不是配乐，这真的鸟在叫。有2只猫头鹰分别在我们左右2棵大树上啊。我还没闹明白到底是什么叫声，回头我一定要想办法拍一拍。我们其实2个人对迈阿密啊，对这个绿荫葱葱啊期望值很低的。毕竟是城市嘛。后呢，这个营地呢一路开进来啊，哎，首先就一转弯之后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全是这种苗圃。我想象的迈阿密可能跟奥兰多和坦帕差不多，但我觉得和多一些奥兰多一样，就是暴晒，哎，它没有树多一些嗯就是高楼大厦啊，城市化会更强一些。没想到啊，城市的绿化其实它跟着资本走的。对，在温哥华，所有的建筑都是把树砍倒了，然后在里边建建筑。嗯那这里呢，可能跟其他的城市比较像，嗯它是建城市逐渐搞绿化，把它种起来的。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营地附近啊，有好多像苗圃一样的地方，专门是有卖各种树苗、各种棕榈树、各种南方热带的这种植物。这个地方可能不完全原来是这些植物，逐渐呢，人家花钱给种起来。像这种大树根本不是什么10年8年能种的。还是有一些老的树啊。对，是的，像那后面是榕树，应该是吧？2只猫头鹰就一左一右蹲在对，上面，跟这个夏威夷一样的这种榕树。对，而且树根都暴露着啊。对对，这个营地旁边啊有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呢已经废弃了啊，所以说晚上呢什么声音也没有。对一般营地呢最容易就是比如说靠近公路、靠近铁路对，啊，或者航线下面，尤其是靠近高速公路。哎，是的。那这个营地呢，这山不靠，我要是想定这营地，我要先去谷歌上看一看这个营地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对对对我一旦发现这儿有一条铁路的话，这个基本上10分里减2分。那有时候也没有办法选择。我记得我们在洛杉矶的北面有一个营地，它就是靠着那个铁路的。没错儿。后来一想啊，嗨，也是当然了，营地嘛，营地嘛，怎么可能建在迈阿密市中心呢？像 KY 是这样，你抢都抢不到啊，它靠着海边。对，所以怎么会建在downtown附近呢？对，它一定是建在郊区。我们在这个迈阿密这个营地呢，一共会住10晚。这个是我们整个佛州行单次停留营地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当时也非常豪爽的，Kevin 问我怎么样，迈阿密这个地方定多少天？定1个礼拜，定10天。然后我们俩异口同声说定10天。因为这个营地呢，也是 Southern Trails 加强款的其中一款营地。即便我们是会员，又加上了一个 Plus 的会员，还要额外每晚付20块钱的营地费。税前20，税后23，10个晚上我们花了226美金。对呀，大概就够1天的酒店钱。是。我们觉得适当的那个收费啊，可能会对营地的环境，还有住客的这个素质质量筛选一下，都会筛选一下啊。那么这个营地呢，它就没有那种坦帕的养老房，它就是有好多小木屋，它其实也是个小木屋酒店。这个就是跟 KOA 特别像。我觉得营地里面有小木屋啊，其实是特别科学的，5、6个人一起出来旅行。但是住在一辆房车上呢，说实话，这个呢真的是没有隐私，也没有距离。但是到了这样的营地呢，你看，像我们就可以住在房车里，比如说有同行的人就可以住在小木屋里，这样呢就是出行又方便又有距离，特别好。一看你这就是有钱人的想法。不是，证明我已经人到中年，更多的年轻人呢隔壁那个房车所以我就说嘛，更多的人是选择挤在一起。7个年轻人睡在一个房车里，或者是2个房车里，我们也没搞明白。好像一辆奥德赛啊。按我印象中，这坐7个人是最多的。我觉得是超载的，我明明点清楚是下来8个人。对啊，应该坐7个人最多，7座车都坐了8个人。我们俩昨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就点他们一个个从上面下来。这个营地，像我们今天上午啊，我们就去 Costco 那个补了货，而且这个 Costco 呢，它有灌气的，而且价格比我们在坦帕灌的气要便宜将近1半。将近1半啊！但是也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知道啊，就是说什么地方可以查到这个 Costco 是有灌气的。那个 Costco 是没有灌气的，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哪个路口能查到。没错，所以纯粹就是靠蒙，这家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没有。是，并不能像查 Costco 加油站的设施一样。听后面那个声音，听吗？这就是我们的邻居猫头鹰。我始终就是没闹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确定。
哦，每次都是定时的半个小时左右，会啊哦4到5声，哎，对，就差不多歇了啊，就歇了啊。我都说啊，就是不是在公园里这么简单，我感觉我就是在这个植物园里。我第一次有这样的声音的感觉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巴厘岛。哦，在巴厘岛，哦，对吧？你有印阿亚纳象吗？哎，阿亚有那个酒店叫阿亚纳。嗯我印象中的后院里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声音。气候上呢，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说法，就他们把佛州分成南佛州、北佛州还有中佛州。理论上讲，按他们这么分的话，坦帕和奥兰多他们是属于中佛州，这里属于南佛州。其实我们感受也是真实的，就是这里可能更像热带风情，比起坦帕和奥兰多。但是奥兰多好像在中午的天气并不凉快啊，因为它毕竟离海比较远，属于内陆，所以它可能会闷一些。在这里我就明显感觉微风习习，总是微风习习的。在这儿我肯定是不需要开空调的，Kevin 需要开一点，Kevin 一开空调我就跑下来了。就是我们这个营位啊，也是因为朝向的原因，从下午2点以后，就是完全晒不到太阳。所以我就觉得，就定的营地啊和营位啊，有很多运气成分。哦，那当然，那当然，这就好像去那个热门的停车场，不是你找到就有停车位的。是啊，这个就真的靠运气的啊。是啊，而且呢，都是随机分的，他也不让你自己找。对，啊，我们 Trails 体系是这样，都是他给你分。而且我们刚到的那天，原来我们安排的营位不在这儿，啊，对吧？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对，他问我啊，你想不想用洗手间？那么有一个洗手间坏掉了，我给你调到那个洗手间。他说，我说可以，好。然后我们现在步行几步路，后面就是个卫生间，对，可以淋浴，可以上厕所，就是等于就像自家后院里面的，是。就是我们对这个营位也超级满意，心存感激。今天是我们到迈阿密的第5天，其实我们真正在外面游玩只出去过2次，大部分时间我们就是采购一下，然后就回来吃饭，然后下午2个人就在这个房车这儿发呆。就是看着那个夕阳，就是现在这光线是非常非常好的。到了8点钟左右，天黑，对，我们还是2个人不愿意回房车上，我们基本上能在这户外。能基本上要到9点半，这很怪异。你提起晚上啊，那晚上居然没有蚊子，没有蚊子，但这儿有个别的苍蝇。Kevin 呢又怕热，又怕蚊子，就是各种怕。蚊子特喜欢我呢，竟然晚上都没有。我觉得这可能营地附近的环境也这一点你终究是看不出来的啊。我也很在意这个，我每次定营地的时候应该是没有脏的水。对，我每次定营地的时候都会去看看里边的评论有没有关于蚊子的，因为咱们露营生活呢，主要在户外啊更多一些，你是向往在户外更多一些。其实 Kevin 前2天跟我提了一个概念，我也是超级同意。他说，如果是露营地的环境特别好的话，其实并不在于房车的面积了。对啊，因为这个我们完全的空间，哎，就拓展出来了。对啊，我们既不需要搭帐篷。我们什么动作都不需要，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户外椅拿出来，把我们那个房车的棚，我们这还没有拉足哦，因为不需要拉那么开啊，因为我们的朝向特别好，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院子和客厅。对，这个时候就并不计较房车的面积了。对，这你又是涉及到一个就是买房车啊，买多大房车呀？就如果你去的地方真的环境特别好的话，对，就特别挑环境，你也不会去面临寒暴或者热浪啊这种地方的时候，那可能它会抵消一部分，就是因为户外可以拓展成像客厅一样的地方，就好像住酒店，如果酒店靠海滩，靠设施特别完整，其实房间你并不这么在乎了。对啊，电视机多少寸啊，床的面积是不是够啊？这个时候就都不计较。是你甚至做饭都可以在外面。对啊，我就是在外面，我就是空气炸锅啊，电磁灶啊。然后之后就没有人愿意在房车里边了。那房车里房车我就完全留给 Kevin 了。房车里面积大呀小呀的就无所谓了。啊，是的，坐下来夕阳这个光线特别好。Kevin 说：“哎呀，我们聊聊吧，因为现在这种心情只是现在这个场景下有，等到千山万水回到温哥华，可能这种印象就淡了啊。”希望多就是记录一些。对对，当时的心情。所以我们也特别愿意说话，特别喜欢聊天。也希望大家能参与我们这样的聊天，对我们聊天的内容也有感同身受，或者也有不同见解，
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啊，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有网友说，哎呀，Melody 瘦了。我说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胖了，显得他瘦了。不是，是那天 KY 市的海牛实在太大了，所以真的我瘦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大家晒黑了，又显得瘦了。哎呦，我的肤色已经不行了，已经2个色号了，而且我这个特别容易上色，这个脚啊、脸啊、手啊。所以说我想说，你一旦是涉及到比较长的时间在一个地方度假，你根本就不怕晒黑了。我们2个昨天去市区里，竟然没有擦防晒。我问你擦防晒，他没有，我说我也没擦，我刷什么晒就晒好了。我们2个人已经是无所谓了，已经防晒都可以不擦了，你就对，来因为无迈阿密所谓了啊。多少呢？因为昨天出去的时候已经4点钟了啊，到那5点，这个原因呢那也也有的。很晒的，不是这个戒备心没有那么强，只要不晒伤就可以。其实晒黑一点，晒黑呢黑色素多一点，皱纹多一点，雀斑多一点，这个其实我也并不是特别在意的。黑不仅仅是显得健康，它就是健康。我很小的时候看一个美剧，他们没有钱圣诞节出去度假，他们还特意买那种灯来照自己，照成自己皮肤黝黑的，哎呦，就好像去海岛度假一样的。那个《老友记》美剧里，那个 Rose 就是专门去，他也是照这种灯。他，对啊，他当然很搞的一个戏剧啊，但是他们我是第一次知道，就是老外竟然跑到那样紫外线的房间里去，把自己照黑了。我看的那个剧，他就是想突出一下他圣诞节出去度假了。因为温哥华是个冬天非常缺少阳光的地方，没错，所以我们都需要吃维生素 D。如果了解美国气候的观众呢，可能知道，就是它跟那气候跟西雅图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冬季里是特别缺少阳光的。那这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到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否则我们就要去人为的补充维生素 D。不单单是维生素 D 的问题，就是阳光会让人的心情也不一样。对，所以我还问 Melody， 这地能存点不？我们这次晒成这样了，都存点，明年就留点富裕。所以时间还长，今天应该是我们旅行的第46天。对。然后有朋友跟我说：“哎呀，祝你们1/3年旅行愉快。”因为我跟他说我们要有计划是120天。他除了一下，祝你们1/3年旅行愉快。今天就先聊到这儿。